欢迎您继续回到《寰宇全世界》。现在全球都在看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如何从伊朗的战事完全的抽身啊。那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这场战争？什么时候，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结束？好，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呢，这个礼拜在 Truth Social 他发文表示说，根据伊朗政府的要求，特此声明，我正暂停对伊朗能源厂的毁灭计划。往后10天啊，延到什么时候呢？延到美东时间2026年4月6号星期一晚上8点。而且他强调说，谈判还在进行中，尽管假新闻媒体跟其他一些人发表了相反的错误声明，但谈判进展非常良好。我看到这个发文一出了以后呢，在27号这一天啊，国际原油的价格呢开盘就下跌了超过1%，那也逆转了前一天大涨大概5%的这个走势啊。如果我们观察其中哪些地方比较特别？特别之处在于呢，德黑兰当局已经向联合国海事机构表示了，就是大家所关注的这个荷姆兹海峡是否要开放的这个问题。他们说呢，伊朗说呢，将会允许非敌对船只通过海峡，包括没有参与或者是没有支持对伊朗的这个侵略行为啊，就是不属于美国或以色列的船只都在这个可以安全通过的范围之列。那另外呢，航运资讯公司劳氏情报这家公司的分析说，伊朗革命卫队呢已经在荷姆兹海峡建立了事实上的一种收费站体系。他们并且分析说，并不是所有船只都需要直接付费，但已经知道有2艘船付费，而且还是以人民币结算哈。所以也就是说，油价现在是不是真的是左右了川普的政策啊？它变成一个重要的关键。确实啊，你可以看到，不管在周末前最新的油价走势图，我们提供给大家，不管是布兰特原油、纽约原油期货，还是杜拜原油的价格哈，大概都在川普发言的前后哈，就是维持在$100左右。当然，现在大家会担心的是，万一这个伊朗的局势不断的扩大，原油价格会不会飙涨超过200？所以 Russ 觉得呢，这个油价现在感觉上，川普每次在发言之前，他会很 care 的就是油价的波动。当然，他是非常 care 这个议题。每次接受联访，记者都会问，对不对？然后有媒体政论节目都在讨论，都在批评他。另外，过几个月就进入美国夏天啊，很多人会国内旅游，还有选举是7月初，一直攸关未来的通膨走势，所以他是非常非常关心，也是很担心油价的问题。所以我还是认为他希望这个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在几个礼拜间，甚至几个月，不要超过5月底了就对了，因为他真的是很关心油价。那当然他也是考虑为什么打仗？就是战争这个目标啊，那目标是伊朗要放弃核武，要放弃远程导弹。那川普也是很关心这2个议题。你觉得这战略目标？但是他目前最担心的就是油价了。对啊，就是本来对外宣称说战略目的其实是要伊朗放弃核武嘛，但是现在转而是最近的关键的焦点都锁在说要重新开放荷姆兹海峡。但是只要战争结束，海峡就会开放了，要不然就战争不会结束了。我的意思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安排，比如说伊朗愿意谈条件，或是因为美国用他的军事实力，早晚海峡还是会开放了。你觉得？那开放之后，油价就希望会下降。我认为这是川普的想法，所以对他来说，当然是他在担心油价，但是为了油价的问题，那战争要很快就结束了。最近大家有在分析一件事情啊，就是精神胜利法。就对川普来讲，只要他觉得胜利就胜利了。你觉得他会找哪一个理由或者是台阶，就是达到了战略目的，然后美国就赢了？本来有这个可能，但是不得不说，伊朗还是要给他一些让步，不是因为面子的问题，是一个实质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伊朗没有真正的放弃核武或远程导弹，那之后战争又会开始了。但是伊朗会放弃吗？吴宇老师，照目前的谈法，因为伊朗现在也丢出了5点，不是吗？而且呢，我进一步请教您的是，
最近这个德意志银行策略师啊，叫萨奇德瓦，他分析说，这场冲突大家小心啊，有可能会成为侵蚀石油美元主导地位的催化剂，而且催生石油人民币。主要是因为呢，中国大陆是伊朗的长期伙伴，同时也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那刚刚我们提到了吗？不是现在建立起一个实质的收费机制，而且是用人民币收费的体系哈。当然，这背后的考量有没有可能是说想让中方入局？可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北京真的有可能会因为目前用人民币来计价，说建立这个收费机制，而就轻易的去进入到这趟浑水吗？我想大概不容易。我们应该这样来看。首先，第一个来讲的话，从中国的角度，2025年，它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能源的进口国是3个国家，排名第一的是俄罗斯，那它早就已经开始用本国货币人民币在做结算了。排名第2的是沙烏地阿拉伯。那它到去年从去年的第4季到今年的目前为止，快要第1季，大概一半以上也在用本国货币，就不再用美元来做计价了。那排名第3的当然就是伊拉克。那伊拉克从2023、2024年开始允许部分的民间也可以用所谓的人民币来作为石油的购买，那现在也可能进一步的扩大。是，所以我们看这个问题应该这样来看，就是由于第一个，首先，中东地区能源最大的出口国就是中国。第二，中东的国家的主要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在中东地区的这样一个能源，慢慢的改变由美元为主导的一部分，慢慢的往着人民币来做结算，那这是一个大概可能是一个趋势。这第一个，我们这样来看。那第二个，那伊朗这样的做法，难道北京就要入局吗？倒也未必啦，因为这个荷姆斯特海峡跟伊朗当中，其实所占的这样一个人民币的这样一个所结算的比重，其实微不足道。第二个更重要是什么？更重要，北京的大战略的大棋盘嘛。这一场的战争到目前为止，谁是最大赢家？目前来看，应该很清楚的嘛。俄罗斯是最大的赢家。那这一场选举来讲的话，目前来看，除了伊朗之外了谁是最大的输家？大家一定认为美国是最大的输家嘛。特别是他是被以色列这样一个牵着鼻子走。你去看看美国在什么？美国在联合国总共动用了93次的否决权，其中53次都是为以色列一个国家在投的。对，几乎是被以色列牵着走。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因此今年又是属于中阿峰会。中国跟阿拉伯国家峰会在年中，今年中国2个重要的一个所谓国际性的主办赛事嘛，一个活动嘛，一个就是年中的中阿峰会，一个是年底的 APEC 会议嘛。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伊朗当然中国不需要为了什么，不需要为了这样一个伊朗这个问题高度的介入支持伊朗而得罪了阿拉伯国家，更何况从他目前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也在从这一场战争当中看到美国刚好把他最先进的武器跟设备在不断在伊朗当中来实践。也让中国在战争上学习到教训，也收集到相关的参数。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也不需要介入太深嘛。是，吴岳老师讲到这边我就是看到最近有一张图表，我觉得他整理的蛮好。他是怎么说呢？中俄对于伊朗为什么现在采取比较是闭上关就是说保持冷静。那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地方因为海湾贸易远超乎整个海湾的贸易利益远超乎对伊朗的利益那另外呢，就是说中国与沙烏地阿拉伯、阿联的贸易规模远大于伊朗，军事介入的话呢，将会损害能源投资的版图。所以不管怎么样想呢，其实现在保持你说等距也好，或者是说有个距离是好事。可是北京如果想透过伊朗这一次的战事去牵制川普的话，在中东这边有哪些杠杆是还可以操作的呢？这个阿基米德讲过一句话，给我一个支点，就可以举起整个地球，就代表杠杆的重要嘛。那有些中小型国家因为具有战略位置，比如说扼守海峡，还是这个特殊的技术，像晶圆制造，还是因为稀有资源，像稀土，甚至加入什么国际组织联盟，像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等，而具有杠杆的地位。好比台湾多年来一直是美国操作中国一体的杠杆。那我们来盘点一下中国在这次的战争到底有哪些杠杆。第一个当然是军事啦，就伊朗。那伊朗跟中国有所谓军事合作，甚至还有科技能源合作。不过呢，伊朗终究是一个主权国家，是一个地方之霸，它不是一个小弟不太可能当代理人，所以这个杠杆很有限。
第二个就是刚刚我们伍约老师讲过的沙利阿拉伯，它跟中国商业经济合作非常繁盛啊，互动非常频繁，那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而且刚讲的人民币结算。但问题是，沙利阿拉伯很亲美啊，它跟美国有军事合作，还有美军基地啊，所以也是很有限。第三个，有人讲说啊，是不是那些侧翼组织，像黎巴嫩的真主党，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甚至胡塞青年组织，这个顶多当成侧翼的侧翼啦，就是杠杆的杠杆，由伊朗来协助发动，而且没有全盘掌控能力，也是很薄弱。如果归根究底，反而有杠杆啊，就中国自己的国家形象。第一个，因为它国力提升，那跟这个中东诸国的往来很频繁，那不像美国一样做生意还要传教，传什么教？传民主的教啊。那只乖乖做生意。第二个呢，他也不干涉人家内政。第三个，卖给你的军事武器也不会限制你的使用。所以相形之下呢，反而啊，这个自己的国家形象反而是比较有意义的杠杆。那最后一点来讲哈，我们做个结论啦，中国在中东地区是有杠杆，但是杠杆是只有局部的影响力，并没有全面的控制力。特别是中国也不希望全面失控。那么只能说结果是让美国很烦很忙，然后花费更多的时间、人力资源在这上面而已。是美国现在陷入了一个焦灼状态。好，来快问快答 ，Ross， 你觉得美国接下来大家关心的是会发动地面战吗？你觉得会还是不会？小规模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好，等一下回来继续请教你，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